闺蜜给我发来视频，视频是个酒局，老公李寻玉和他的小青梅坐在主座位置，一群朋友围着他们，很喧闹。李寻玉脸上被人抹了奶油，小青梅季珊珊正在给他一点一点的舔干净。一群人的起哄声中，李寻玉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，配合着季珊珊从左边舔到右边。我回复闺蜜，定位给我。半小时后，我抵达包厢门口，一把打开门。原本热闹的包间足足安静了几秒。嫂子来啦，有人跟我打招呼，脸上挂着意味不明的笑。我微笑着点点头。李寻玉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，笑着站起来要迎接我，又被我推回去按着坐了下来。季珊珊志得意满地看着我，笑盈盈地说，嫂子来晚了，我们刚才做游戏玩得可开心了。我在李寻玉身侧站定，把手里的生日蛋糕放在桌子上，慢慢拆开包装。有人过生日怎么不叫我？李寻玉又紧张起来，还没来得及解释，我已经把手里的蛋糕扣在他头上了。这可不是涂奶油，是整个倒扣。霎时间，李寻玉像一个没有制作完成的陶俑，滑稽可笑又狼狈。闺蜜还在录着视频，我指着季珊珊，狠厉的命令她舔了。季珊珊呆愣住，我又强势输出，不是爱舔吗？今天不舔完不许走。季珊珊终于反应过来，呜的一声哭了。李寻玉也开始手忙脚乱的清理头上的奶油，可怎么都清理不干净。我趁着大家都发愣的空档，一把抓住季珊珊的头发，将她扯过来，和李寻玉头贴着头，嘴里喊着舔啊，当着我的面再来一次。上次视频没录清楚，这次给你对脸拍，再寄给你父母。等季珊珊反应过来时，脸上也满是奶油，她呜咽着跑了出去。李寻玉低吼道，何旭，你好样的，你给我等着。我拿起酒杯泼他脸上，他脸上的奶油顺着酒液往下流，减少了些，但眼睛却受不了了。他捂着眼睛，一个劲的喊，疼疼疼疼，又嚷道，何旭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我皮笑肉不笑，做游戏啊，刚才的游戏那么开心我没参与到，我得补上，你不会不给面子吧？李寻玉擦头发的手猛然顿住，终于从突发状况中回过神来，意识到了我的来意，缓慢的放下手，狼狈的望着我。我又对着众人讲，他不舔，你们帮他舔，我不介意，否则今天的事情没完。我手上有刚才的视频，我给你们老婆挨个发一遍。李寻玉终于怒吼出声，何旭，你够了，再做就过了。过了，我冷笑，你还知道什么叫过了？李寻玉胸腔剧烈起伏，双目赤红，冷冷和我对峙。他将手中的毛巾狠狠地甩在地上，你他妈就不能在外人面前给我点面子？面子？我又冷笑，高声嚷起来，这群人知道什么叫面子？体面都被你们丢光了，还在这假高尚呢。一个人回了家，巨大的空虚感裹挟着痛苦不甘向我袭来。在苦海里翻滚过以后，痛定思痛，我十分确定我得离婚了。离婚我也不希望他们好过，太便宜他们了。思绪回到了初见季珊珊那天，老公让我和他一起去机场接人。一路上，李寻玉跟我闲聊起他家的这个养女，比我小2岁，是我父亲战友的女儿，亲人过世以后投靠过来的。14岁来我家，18岁去国外留学，嫁给了当地人。看现在国内发展的好了，想回来赚钱。我随意答应一声，没放在心上。在机场接到人以后，我望着他堆积成山的行李直发愣。李寻玉忙着把他的行李往后备箱里塞，在季珊珊去洗手间的功夫，状似无意的跟我提了一句，珊珊她刚离婚，关于她的婚姻状况，你别问太多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信息，怎么现在才说？所以，季珊珊回国到底是想做买卖，还是投亲靠友？对了，李寻玉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提了一句，珊珊这次回来有些匆忙，房子还没来得及找，暂时在咱们家住几天，很快就搬走。我完全呆愣住了。李寻玉也不和我对视，只用手拍了拍我的脑袋，尽地主之意嘛。我很快就给他找房子搬。家里多出来一个人，你不嫌烦我还烦呢。我来不及反应，季珊珊已经回来了。她的行李实在太多，后备箱塞不进去了，就放后座上，占了一大半的位置。李寻玉累得满头大汗，也顾不得擦拭，打开副驾驶的门，殷勤备至，上来吧，珊珊，一路辛苦了。季珊珊哎了一声，大大方方的坐了上去。我是本地人，家乡以好客著称，因此让客人坐副驾驶原本也没什么，只是脏兮兮的行李堆满了后座，甚至跨过了中间，挤到另一侧了，
让我怎么坐后边？李寻玉带着讨好的眼神望住我，双手合十，摆出哀求的姿态。我怒视了他一眼，也只能坐到后座上。各自坐好以后，李寻玉跟我这脚步，他笑着对季珊珊说道：珊珊，你坐前排，好好看看咱们城市的发展变化。车子行驶在繁华的主干道上，两边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玻璃幕墙在阳光照射下耀眼夺目。国家发展这些年，成果真的让人骄傲。盖这么多高楼有什么用呢？空气都不新鲜，季珊珊鄙夷不屑地说道。我心中震动，这话说的有些不对劲啊。我看向李寻玉，他只是嘿嘿的笑。季珊珊继续高高在上的说，还有，这大马路倒是挺干净的，但这都是做给人看的吧？其他地方其实很脏，对吧？又说，你们这边经常用二维码支付吧？我朋友说了，文明人都用信用卡。嚯，居然是个牧羊犬！我心中不屑，以后还是少来往吧。我看了眼李寻玉，他不是一向爱国情怀满满的吗？这时候怎么不说话了？李寻玉为了缓解尴尬，立刻转移话题。珊珊，我给你买了水，就放在储物格里，你自己拿。季珊珊打开储物格一看，面上终于有了喜色。呀，是依云啊，到底还是你，寻玉哥哥，到什么时候都知道我的喜好。哦，还有巴黎气泡水，都是我喜欢的。李寻玉面色平静地说道。我怕你喝不惯国内的水。季珊珊心满意足的笑。没喝两口，季珊珊又说话了，这次语气倒是平和。哎，哥，为什么你家的车牌是绿色的啊？李寻玉马上献宝似的回答他，这是电动车啊，所以是绿牌的，国内现在都流行开这个。季珊珊马上又不屑了。哦，电动车啊，怪不得我坐着头晕呢。李寻玉说，头晕啊，你忍一忍，马上就到家了。我家的电动车是50万的高端产品，从来没听说过谁坐会头晕。我看是李寻玉昏头了才对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正巧车辆驶入小路，车速缓慢，我跟李寻玉说，老公，我也头晕的厉害，你停车，我下来，等会儿自己打车回家。李寻玉从后视镜望了我一眼，眼神透着心虚。我看他没有停车的意思，眼看着车辆就要驶入大路，到时候就不好停了，我赶紧大声喊，停车，快停车。李寻玉轻打方向盘，很快将车子停在路边。他转头看我，眼神慌乱，老婆，真的不舒服吗？我也头晕，不可以。季珊珊抢先说话，皱着眉头似有不解，嫂子和哥哥念的是同一所大学吗？情绪不太稳定的样子。话说国内的大学教育也就一般般。说着，神情又转为轻蔑。我嗤笑一声，你搞错了，我没念过大学的。我其实都没上过学，我只在井底待过，就是只癞蛤蟆，都没见过天。我在影射季珊珊。我和李寻玉是大学同学，我这样说讽刺意味很浓，但指向性又很弱，让那两人都不知如何反驳。我看了眼季珊珊错愕的脸，轻蔑的笑了。我很想再对他们两句，可是后面有车在按喇叭了。我赶紧下了车。关车门的时候和李寻玉对视了一眼，他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。一直到李寻玉的车看不见踪影，我才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。周五傍晚哪都堵车，这里离我父母家又近，我索性去看看他们。到了父母家，吃过晚饭，我收拾了几件贴身换洗衣物，就直奔酒店。接着打开电脑开始工作。成年人哪里需要人照顾呢？我给李寻玉发信息，我住父母家，这2天不回去了。那边半天没回消息，良久才回我，老婆，我先斩后奏，你生气了。我以为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没提前跟你商量。对不起，下不为例。我懒得跟他说话，很多话我也没想清楚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于是回复他，我现在在工作，有时间再说。那边又发来，老婆，你真的没生气？这次我没理他。周六轻松自在的过了一天，周日就出事了。李寻玉打来电话，声音急切，老婆，怎么回事？你没回你爸妈家住？他们二老一大早来敲门，看见我和珊珊在吃早饭，好像误会什么了。不是，你不是说回你父母家了吗？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都道歉了，你怎么还闹啊？我妹妹来的匆忙，我是有些不够周全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？我按了按眉心，烦不胜烦。我周五去爸妈家吃了晚饭，后来就去住酒店了。他们周六要去郊外采摘，我要是住他们家，他们为了照顾我，可能就不去了。我不想影响他们的生活。荀彧，成年人，以不打扰别人生活为社交优先考虑。李荀彧听出我话里有话，
呼吸有些急促，我知道我这次做的不好，你先回家吧，咱们再商量。我回复他，不了，我不喜欢和陌生人住在一起。李寻玉争辩，她怎么就是陌生人了呢？她是我妹妹，你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？我是职场女性，说话尽量以平和为主。故而，我说我不喜欢她。说实在话，对于我来说，她还不如一个陌生人，所以我不可能和她住在一起。再说了，我自己躲出来还不行吗？李寻玉终于讲了真心话，你这样做不成了，我们把你赶出去了。你让珊珊怎么做人？你赶紧回来。我也急了，怒道，这基本也就是事实了，就是你们把我赶出来的，只是没挑明而已。你带了个恶心的陌生女人回家住，不是赶我走，是想干什么？李寻玉仿佛气狠了，深吸一口气，珊珊怎么恶心了？我冷笑出声，难道她是什么好货色？李寻玉争辩，你们才相处一会儿，怎么就能判定她不是好人？我失笑出声，我怕再跟她相处下去，我都要报警了，谁知道她回国是想干什么？是不是来搞破坏的？你，李寻玉气的声音都在发颤。晚上9点左右，我结束手头工作，突然想起有文件落在家里，明天去公司要用。顾不得其他，我穿上衣服就走，按指纹锁开门，在一片漆黑中走进屋子。客厅正在用投影仪播放电影，一整面墙影影绰绰，沙发上是漆黑一大团。疑惑中，我打开灯，仔细看去，李寻玉和季珊珊抱在一起，全成一团。灯光乍然闪亮，两个人都是一惊，放开彼此的同时，一起看向我，眼中惊疑，神情慌张。尤其季珊珊穿着李寻玉的衬衣，扣子开到第3粒，文胸若隐若现，下身穿一条短裤，勉强盖住屁股，又被衬衣遮挡住，只剩2条大腿。如果不是他突然站起身，动作比较大，我甚至看不清他到底穿没穿。我没想到会是这种场面，一时眉头紧蹙，愣在那里。李寻玉忙上来解释，借机将季珊珊挡在身后。我们在看恐怖电影。何须？不信你自己看。电影还在演。我点了点头，所以你们衣衫不整抱在一起，还是我弄的。不知道自己会害怕，所以选了恐怖电影。这部电影咱俩一起看过，当时也是抱在了一起。所以，李寻玉，你没有提前预判到会这样。李寻玉慌忙解释，避重就轻，我们哪里有衣衫不整？你的衣扣。李寻玉忙低头看去，睡衣衣扣松开了好几颗，已经掩盖不住结实的胸膛。他更慌张了，不是，这真丝料子的睡衣，衣扣就是不紧实。老婆，你挑剔这个干什么？我看向季珊珊，李寻玉也看过去，季珊珊的衣领下春光半泄。李寻玉退一步躲开，连忙摆手，这个可不是我干的，黑漆漆的，我也什么都没看见。我叹口气，怪不得人家说捉奸在床。我这是回来的早了。老婆，我冷笑出声，你极力劝说我，让季小姐住咱们家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李寻玉脸色煞白，不是的，老婆，你怎么这么想我？咱们这么多年了，我也不是没经历过考验，风风雨雨都过来了，你怎么还小肚鸡肠起来了？我气笑了，你那么极力游说我，让他住这里，你倒是避避嫌啊。真肮脏，你们去酒店开房多好，何必祸害我的屋子？哦，对了，想必你们多年未见，要培养一下感情，哪能一来就干这个？李寻玉气得直哆嗦，好像自己多清白似的。一旁的季珊珊倒是冷静下来了，她嗤笑一声，朗声开口，嫂子，你真没必要这样，是挺小家子气的。我在国外作风豪放惯了的，扣子就是这样系的。至于李寻玉，纯属巧合，你爱信不信。接着他走到储物间，推出他的行李箱，将好些个箱子又堆到我面前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潇潇洒洒的跟我讲话，寻玉哥为了避免你多疑，已经和我商议好，让我明天搬去酒店住，行李都在这，没拆封。嫂子要珍惜好日子，别整天疑神疑鬼，做天做地的。李寻玉走到季珊珊跟前，面露羞愧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怪我，忘了提前跟你嫂子商量，今天让你住，明天让你搬，把你当什么了？是哥哥对不起你，都是我的错。李寻玉不说还好，一说季珊珊眼泪就流下来了，她倔强的用手擦去，哥，你多保重。再转头看我时，面色委屈，一副受辱的模样。嫂子，我受点委屈没什么，拜托你好好照顾我哥，不要让他受气，不要让他为难，好好珍惜这个人，他重情重义，
没什么大毛病。他眼含热泪，忍辱负重，和初见时的高傲狂妄判若两人，宛如公主落凡尘，不得不向人间低头，格外惹人怜惜。李寻玉看在眼里，十分动容。他上去握住季珊珊的手，珊珊，你这么多行李，怎么住酒店？这是咱们从长计议，你嫂子不会这么不近人情的。季珊珊从李寻玉看不见的角度，朝我露出恶劣的笑，仿佛奸计下一秒就要得逞。我冷静开口，想走赶紧走，我一件行李都没有，照样住酒店。你行李多怕什么，开间套房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李寻玉把我架在好人的位置上，说我通情达理，那我不能让他失望。既然如此，你也和他一起搬去酒店，互相有个照应，你看这样可好？我摊摊手，这样我总不是恶人了吧？李寻玉冷着脸，何旭，你别说气话，我和他一起住酒店，传出去还得了？我说让你们住一间房了吗？李寻玉面色一僵。季珊珊终于走了，李寻玉亲自开车送的。回来时神色淡淡的，再也不见一丝愧疚不安。坐在沙发上，打火机往茶几上一扔，身体深深后仰，双臂抱头，只看天，不说话。早上家政阿姨做好早餐，也不叫我一起吃，自己吃起来颇有些冷战的意思。我发现自己的衣物有被翻动过的痕迹，于是贵重衣服都拿出来清洗，有些可要可不要的都让阿姨扔掉。李寻玉在一旁看着，只是冷笑。我讥讽道，随便动别人东西，这就是文明人的做派。李寻玉冷哼，我妹妹试试你的衣服怎么了？她女孩子家家爱美，你至于吗？我也冷笑说道，初次见面就这样乱动手。她是从什么穷乡僻壤出来的吗？眼皮子这么浅，还有脸说别人？五斗橱和地板的空隙里有什么东西露出一角，我嫌恶心，找了筷子勾出来一看，居然是个透明气球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脑袋发胀。我拿筷子挑着它，来到李寻玉面前，来解释解释这个吧。李寻玉倒也不慌，珊珊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找人化验一下，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。还真被珊珊说中了，你果然看都不看，就来兴师问罪。这话说的，好像我就爱小题大做。你觉得这个玩笑很好笑？我冷冷看着他，接着将筷子一挑，小气球甩飞出去，一下子掉进李寻玉的碗里。李寻玉吓了一跳，唰地站起身，一副吃了屎的表情。反应过来以后，他大吼一声，何旭，你吃错药了？大早上的。我回身冷冷的回答，你们记得吃药就行。我和李寻玉冷战了好几天，之后突然有一天，李寻玉对我殷勤起来。我们俩一起经营着一间公司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这让他有大把的机会讨好我。说起一起走过的10年，原本是让人骄傲的经历。我俩从大学开始就一起包下学校周围的档口创业。聪明人没吃太多苦，10年时间，餐饮、民宿、旅游，各种连锁发展的蒸蒸日上。是伙伴也是情侣，恩爱有加，不掺假。只是他如此献殷勤，却还是头一遭，连求婚时都没这么谄媚过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似笑非笑的开口，有什么话尽管说吧，我都替你累得慌。他脸一白，这话怎么说的？说吧。是这么回事。他清了清嗓子，镇定下来。珊珊有烤肉秘方，想跟咱们合伙开烧烤店。我想咱们这么大的生意，也不差这点投资，不如成全他，他能自食其力了，我也就不用再管他了。我冷笑，他可不像是能吃苦的人。再说，一家烧烤店能赚多少钱？他是奔着这个来的吗？李寻玉喉结滚动了下，有一种被戳穿的尴尬，舌头顶了顶腮帮子，硬着头皮说道，他是想加盟知名连锁品牌，多开几家店。我假装惊愕，心里冷笑，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出钱，他受益，赚了算他的，赔了算我们的，是这样吧？李寻玉面色一僵，你怎么说话总是那么难听？你也学学珊珊，遇事多为我想想。珊珊是我妹妹，我能不管她吗？我想给她一个大嘴巴子，但现在不行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拿出一份协议，是几年前就拟定好的，只是一直没跟李寻玉提。我把协议推给他，当年咱们做生意，启动资金全是我父母出的，出谋划策，出人出力，我都有份，这一点咱俩扯平。当年原本就应该给我父母一部分股权，我没好意思开口，一直拖到今天。现在你既然要为你家亲友谋福利，那我也要给我爸妈讨公道，把该给他们的还给他们。
股权按说分3份，你1份，我1份，我父母1份，均等分配。可毕竟时过境迁，我替父母要得不多，拿回2成可不可以？李寻玉眨了眨眼睛，不是，何旭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觉得李寻玉是会耍赖的人，要不我们也走不到一起。但我现在就想给自己的未来谋一步棋，我们很可能走不到头了。到了离婚这一步，我不能吃亏。我把协议再一次推到他面前，叹了口气，签了吧，这是你早就该做的。现在还能平白得一份好处，何乐而不为？李寻玉皱眉，执着地问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不正面回答，没什么意思，你签就完了。可能我平和的态度安抚了他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亲密无间的日子里。他简单看了几眼协议，抬手就签好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暗自松了口气，说道，明天去工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，别忘了。顿了一下，我也会帮季珊珊出钱的，你放心。他面色一喜，按住我的手，我就知道老婆最好了。我轻轻抽回自己的手，莫名觉得有些不适。接下来，李寻玉十分配合我办理股权变更手续，他的乖顺让我一度产生了幻觉，觉得我们似乎还可以挽救。毕竟这么些年来，我们跟战友一样，一路披荆斩棘。可一想到他也是在为季珊珊谋福利，我那点幻想立刻就破灭。公司运营上，我主要负责住宿旅游，李寻玉负责餐饮连锁。为了方便资金调度，我们成立了集团公司，我担任董事长。但我基本不过问他的业务，只是这次财务总监来找我，说李寻玉找他拿500万，是我同意过的，他来问问是否确有其事。如果是真的，财务也必须走手续，单据需要我签字。我打电话找来李寻玉，说实在话，自从季珊珊突然到来，李寻玉就开始各种不靠谱，还总给我添麻烦。我心里很烦躁，也没什么耐性。他刚坐稳我便开口，借款数额这么大，你需要配合财务走手续，要经过我签字的。李寻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当初是你非要当这个董事长，我也是让着你，否则还不一定是谁坐这个位置呢。我尽量跟他讲道理，我就是不当董事长，也会派人当财务总监，倒是你，我让你派人来，你说不用的。他脸色轻蔑，夫妻2个哪里用得着互相监视？我皱眉，是夫妻不假，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夫妻店了，股东之间互相派人监督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他不说话了，眉头紧锁，良久才开口，走手续就走手续，那你赶紧签字吧。我突然就觉得很没意思，有一瞬间心中茫然。我说500万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们不是搞地产金融，都是大笔的进出，我们的钱都是聚沙成塔，一点点堆起来的。换句话讲，我们都是从底层爬上来的，赚钱不容易。我只问你一句，这钱到底是借还是给？他侧过头去，面色不愉。当然是借。我果断说道，既然是借，就要有还款计划，当然还要有字据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他脸色先是一阵茫然，接着闪过一丝愠怒。亲戚之间也要讲这个？何旭，我真的快不认识你了。你到底是在吃醋，故意为难珊珊，还是原本就是这样薄情寡义？我气笑了，我薄情寡义？我薄情寡义，当初会拿钱出来创业。你不妨假装出去借钱，跟你那些狐朋狗友说，我老婆不同意，但我还是要借，而且我没东西做担保。你看他们谁借？你出去问问，你看谁肯借给你？他脸上闪过一丝轻蔑，我这些年不是白混的，你以为没人肯吗？我坚定的回答，对，没人肯。你大可以试试。他脸色阴沉，算了，你既然都同意借钱给珊珊了，我又何必麻烦？大不了就写还款计划，这东西怎么写，我们不会，也从来没人让我们搞这个。珊珊出国留学的钱还是我父母给的，我父母也从来没跟他计较。我冷冷的说道，是啊，你父母把钱给他出国用了，就没钱帮你创业了，就得我父母出钱，合着我父母成了冤大头了。他怒气翻涌，不是给你家算股份了吗？我说那是后来补上的，也是我提出来的，并不是你主动的。他不耐的挥挥手，算了算了，我说不过你，赶紧签还款计划吧。我保持着最后一丝理智，尽量和平解决，你们2个的脑子里就没有一个大概的还款计划吗？他语塞，这是没打算还。既然这样，我拿出了一份还款计划，上面大意是拿出每月收入的80%用于偿还我们的本金，其余可供季珊珊私人支配。李寻玉面色涨红，你太贪财了，这样珊珊才能赚多少？
餐饮管理很辛苦的。我说，其实你们可以找银行，银行钱多，还有他可以不用借钱，他留学多年，有海外生活经历，找工作也不难。李寻玉气得站起来，找你借点钱真是为难死了。我又追加一句，其实你大可以把钱直接给他，随他怎么花，可你非要借钱给他做生意，平白增添了风险。李寻玉气得手都在发抖，我借钱给他是为了让他学会生存，白给他钱花，说出去真难听。亏你说得出来。看他气成这样，我反而不生气了。他这样的年纪，学生存最好从打工开始，而不是从借钱开始。他毕竟没有一个姓王的好爸爸。李寻玉转身就要走，你真是不可理喻。走到门口，又赌气一般转身回来，还款计划在哪里？我签。我将文件推给他，他看都没看，刷刷签上名字，笔一扔，转身就走了。我深吸口气，也松了口气。还款计划里写明，这是季珊珊借款，李寻玉做担保，将来即使离婚了，也是李寻玉个人债务，不属于夫妻共同承担。这个傻逼，我真的不想忍了。他一再挑战我忍耐底线，可又没有真的突破那层道德底线，让我不知该怎么处理。我舅舅曾说过，婚前睁大眼，婚后闭只眼，只要不吃喝嫖赌，染上恶习，不出轨，就尽量过。可我真的挺茫然。直到今天，甜奶油视频出现之后，我才下定决心，离婚势在必行。李寻玉在我底线上反复横跳，我也在是否离婚上反复煎熬。今天终于有个结果了。我找律师来拟协议，律师建议我先进行财产保全，我按照律师的意见再走程序。这期间，李寻玉不见人影，我也不管他。几天以后，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，胡子拉碴，无精打采。回到家就瘫坐在沙发上，仰头望天。我站在露台上喝咖啡，回房间路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，何旭，你知道吗？当生活富足之后，我们不用再疲于奔命了，而你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刻薄的嘴脸，一副随时要跟人拼命的架势，一点有钱人的从容优雅都没有。还有，你刻板无趣，做事一板一眼，规矩的可怕。我吃校出生，创业初期，你可没嫌弃过我这些。你夸我是六边形战士。他脸上有瞬间的尴尬，转瞬即逝。他坐直了身子，认真的盯着我看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即使你有这么多缺点，我还是愿意忍耐你，因为我还爱着你。我再次嗤笑，不用忍耐。现在没有生存的压力，你成了有钱人，仅可以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也包括人。而我也不想忍耐你了，所以我们离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什么？李寻玉一副见了鬼似的表情，你说什么？离婚？你可真敢想。我转身去书房打印离婚文件，已经打印好的文件放在公司，我以为我们俩会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。李寻玉跟了进来，何旭，你什么意思？把离婚挂在嘴上，就代表你赢了吗？我嘴边挂着冷笑，我没赢，但我可以通过解除婚姻关系，不用一直被你恶心。李寻玉涨红了脸，那就是一个玩笑。我懒得理他，协议打印好了，我递给他。李寻玉勃然变色，何旭，你玩真的？真的不能再真了。我冷然道，你名下的产业我也已经找律师监控起来了，所以不要随意给别人买东西，都会被追回的。你，李寻玉牙齿咬得咯咯响，拿着纸张的手在发抖。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曾荒废公司业务，如今亦然。住宿旅游这块在我手上逐年拓展，而李寻玉手上的餐饮则一成不变。他不思进取我也没办法，之前还自我安慰，把他手上的饭店品牌变成百年老店也可以。但时代飞速发展进步，你保持不变，就有人追赶你，超越你。后起之秀如过江之鲫。现在我坐下来和他谈离婚的同时，心里还有一点终于甩掉包袱的轻松。集团公司总部，李寻玉坐在我办公桌对面，脸色苍白，表情僵硬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就是和季珊珊走得近些，咱们至于走到离婚这一步吗？原则问题，不容商榷。原则，你为了所谓原则，连我们的感情都不顾了吗？我也很想问，你突然来了个小青梅，我们10年的创业情谊，好像屁都不是。李寻玉突然握紧了拳头，义愤填膺，我就想扶持他一下，我有什么错？难道不是你的感情在犹疑？李寻玉语塞，我承认，我是觉得你没情趣，珊珊更活泼可爱，更有趣，可我没想换老婆，我也从未想过离开你。他突然又激动起来，
走到我身边，想要握住我的手。我恶向胆边生，伸手扇了他一耳光，然后平复心绪，我早就想这么做了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他垮下身子，整个人丧丧的，又强打精神挽留我，老婆，咱们不离婚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我告诉你什么叫有趣，我打开手机，我是做旅游的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我翻出自媒体软件，给李寻玉看了几个千万粉丝级别的大博主。我耐心对他说，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坐下来好好说话。这些博主的共同点是，他们都是导游出身，普通人眼中只知道拿回扣的人，可他们已经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无限延展开来。你听听他们的视频讲解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上到三皇五帝经史子集，下到民间传说古董奇珍。李寻玉，这才叫有趣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让自己的灵魂更加充实，这才叫有趣。那些往脸上涂奶油，然后让女孩舔，不叫有趣，那叫下流。李寻玉脸色煞白，终于不再跟我抢辩，垂头说道，是我错了，老婆，以后我会改，会远离狐朋狗友，也会远离季珊珊。我叹口气，不必了，我值得更好的。李寻玉突然又激动起来，更好的？哪个男人不下流？你告诉我。我是品味不高，可也不见得就比别人差。他气哼哼地坐了回去，我就是不离婚，走法律程序吧，起诉我吧。正在这时，敲门声响了起来。我开口，我们打个赌，我不知道谁会进来，任凭谁都可以。我们来赌一局。李寻玉疑惑地望向我，我扬声喊道，进来。是新来的酒店部门主管冯阳，他风尘仆仆地走进来，像往常一样跟李寻玉打招呼。我笑眯眯地跟他说，你先坐下，我有件事拜托你。冯阳左看右看，惊疑不定地坐了下来。我拿出一个小蛋糕，继续和蔼可亲地说道，我和我爱人打了一个赌，用你当个工具人，我往你脸上涂奶油，然后我上去给你舔干净，我爱人如果不介意，那么他之前犯的错一笔勾销，算我输。你愿意配合吗？冯阳一下子跳起来，惊恐万状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怎么能行？我安抚他，没事的，我老公都在现场，也说明只是借用你一下，你也是我随机挑选出来的，你怕什么？冯阳一下子面如土色，连连摆手，老板，我愿意肝脑涂地来回报您的信任，但如此这般万万不可。您爱人不介意，但我介意，我怕我女朋友会介意，一旦让她知道了，我10000张嘴都解释不清，这可不行。看我不为所动，他突然要哭了，又说道，何总，您是个好领导，公司上下氛围也都不错，我是真不想离开，可要是非逼我干这事，那我也只能辞职了。接着他真哭出来了，又哭又闹的，鼻涕都流下来了，你说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事啊？我无奈问他，你之前应聘的时候不是说没有女朋友的吗？你当时说没有女朋友，没有谁可以拖累你，你愿意为公司奉献终身？不是。冯阳擦干了眼泪，我这不是后来又有了吗？再说，这样羞耻的事也不在肝脑涂地的范围内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你觉得羞耻啊。我状似恍然大悟，不忍心继续折磨他，你走吧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以后继续好好工作。他千恩万谢的走了。李寻玉呆呆的看着，脸色煞白煞白，他知道自己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，就像我当时看到那段视频一样，心如死灰。10年的感情一朝就灰飞烟灭，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，但也只能接受。我赌赢了。刚才没等李寻玉表态，冯阳先不干了，和我预想中的一样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冯阳同意了，我也不会真上去舔，恶心，想想都恶心。人年轻的时候都不太会看人，随着岁月渐长，眼光会变好些，所以及时止损很重要。我跟李寻玉终于离婚了，家产基本我7他3，还算公平。季珊珊借走的500万由李寻玉自行承担，与我无关。我迅速找了餐饮搭档，把李寻玉分走的业务又重新组建起来，只是需要从头做起罢了。不过我有信心，现在的我创业经验丰富，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兵强马壮。餐饮这块东山再起，不过就是时间问题。倒是李寻玉，我预感他不会太好。几天过后，季珊珊发了条朋友圈，某人小题大做，在我们那里都不值一提的事，到这里突然就成了罪过了。紧接着又是一条，早在18岁那年，我就已经得到过你了，
所以某人吃的是口老醋。我发朋友圈反击，不小心被喂了一口屎，不想再吃了，人家就不高兴了。我和李寻玉的共同朋友都在底下议论纷纷，同时我闺蜜也给朋友们看他们俩舔奶油的视频。于是所有人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，旧情复炽，欲盖弥彰。出轨的最新说法，老醋变新酿，不变的是那个口味。后来李寻玉也发了条朋友圈，原本想静思己过，但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不如破罐子破摔。在一起了，你们满意了？我在下面回复，预料之中。只是原本一口一个自家妹妹的，突然变成自己女人，请问感受如何？刺激吗？我俩的共同朋友圈又炸了锅。一次朋友聚会，我和大家说起这件事，我也不介意自揭伤疤。我对朋友们说，第一次去机场接人，他说季珊珊是他们家养女，他的妹妹。第二次我回家看见他俩一起看恐怖片，抱在一起，我很生气，他又说我多心。第三次他要借500万给季珊珊，并且没有任何担保，纯粹天使投资，我不同意。他又说自家妹妹他要照顾，我没有人情味。你们看看这自家妹妹转头就成自家女人了，这丝滑感也是没谁了。大家给评评理，他这样的算什么？众人七嘴八舌，找刺激呗。何旭他这就是心思龌龊，喜欢养妹不算啥，遮遮掩掩的就是他不对，早在一起就完了。他这不是耽误你吗？就是人品不正。不知谁邀请了李寻玉，我回头一瞥的瞬间，正看见他站在门口一侧的暗影里，神情晦涩不明。我为什么不遗余力的到处宣言这件事？因为人脉很重要。我想给李寻玉下绊子，提早做好布局，将来他有任何困难，都不会有朋友伸手帮他。根据离婚财产分割，我还持有李寻玉餐饮公司的小部分股份，他承诺会逐年给我现金赎回。我依照约定派人去查账，查账的财务人员回来跟我八卦，说那2人吵起来了。季珊珊说，哥，现在也没人限制你了，怎么给我买个包还缩手缩脚的？你还是男人吗？李寻玉说，我得攒钱，现在手上资金流不多，抗风险能力不强。季珊珊说道，就你们这边的人事儿多，我们那边从不攒钱，不也一样活得好好的？你这种小家子气也该改了。攒钱，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活在当下，人活的就是个快活。我问你，你快活吗？李寻玉摇了摇头，想反驳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，最后只好拿我来应付他，我还欠着何旭的钱呢。不还可不行。不是，咱离婚咋还离出负债了呢？季珊珊满脸不屑，叫我说，哥，你就是太厚道了，才会被何旭这贱人拿捏。我派去的财务人员听不过去，出言对他，据说你们那边丈夫离婚了，不仅要支付孩子的赡养费，还要支付妻子的赡养费，一直到妻子再婚。这件事你怎么不宣扬一下呢？总是我们这边落后，如何不好？你怎么不说我们这边的离婚分家产还是对男人有利呢？我的人又说，我听你说话总是捡对自己有利的说，总是高高在上的指点旁人，这是名副其实的双标，怪不得何总不喜欢你。季珊珊气得脸都白了，哥，快把这人开除了，他再多说几句能把我气死。李寻玉冷漠地说道，人家是来审计的，不归我管。你说何旭不好，人家才开口的。季珊珊怒道，怎么离婚了才知道站在前妻一边了？以前不都是无条件维护我的吗？李寻玉愣在当场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季珊珊，嘴里喃喃自语，我有吗？良久，又自言自语，我有那么混蛋吗？随着经济遇冷，李寻玉的日子开始不好过。季珊珊还让他放权给职业经理人，要拉着他周游世界。他们吵得很凶，现场有熟人，把他们的事迹宣扬得人尽皆知。季珊珊说道，现在全世界都这样，你越努力就会越负债，不如跟我一起去玩。李寻玉紧紧皱着眉头，珊珊，我自认为从未亏待过你，我为了你还离婚了，可你看看你从回国到现在花了我多少钱了，怎么总没个足验呢？哈，季珊珊冷笑，现在觉得我花钱多了，你从我身上得到的刺激感和满足感呢？不是你说何旭刻板没趣味的吗？怎么从我身上得到趣味了，却不想付出代价？李寻玉从上到下打量了季珊珊好久，终于问出一句，珊珊，如果我说我现在拿不出钱了，餐饮连锁公司要倒闭了，你是不是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，立马走人？季珊珊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你现在不是还有钱吗？李寻玉突然笑了，
笑得弯下了腰，眼泪都流出来，掉到了地上。李寻玉是真的撑不住了，他来找我，手捧鲜花，满脸的真诚。何旭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来求复合的，我是真诚的跟你道歉。我坐在老板椅上，懒懒的看向他，要借钱的话可以去银行，银行钱多。出乎预料的，李寻玉没有羞恼，而是接着真诚的道歉，我破产了也没关系，我懂餐饮，我20岁涉足这个行业，我可以从低做起，我总会东山再起。我只是突然理解你了，未雨绸缪，细心策划，绝不裹足不前，人生不进则退。我悟了，我是真心来跟你说对不起的。知道了。我还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接话，你欠我的钱可能还不上了对吧？他羞愧的低下头。我冷漠的说道，你破产清算的时候，债务优先，股权其次。好在我提前就完成了股份转债务，希望到时候清算的时候你一视同仁，不要亏待我。李寻玉有些尴尬，我可以给你打工还钱，我的能力你知道。我摇摇头，不用了，现在大家都在收缩战线，我暂时没有招人的打算。李寻玉低下头，何旭，我们好了这么多年，你就让我陪在你身边，看着你幸福好不好？我冷淡的回答他，我不养闲人。李寻玉迟疑的不肯走。我问他，你觉得我和季珊珊相比，各有什么优缺点？他凛然回答，论为人处事，你们俩天壤之别。论其他，何旭，我不说前任的坏话，我也从未说过你的不好。那好，我终于笑了，似笑非笑，连季珊珊都不要的垃圾，我为什么要捡起来？李寻玉仿佛瞬间被人卸掉了力气，再也鼓舞不起来。他就这样垂头丧气的站在那里，良久。李寻玉破产之后，突然被查出得了严重的肝病，这和他多年应酬有关，也和他的人生理念有关。其实当初他和季珊珊是有共性的，他俩心意相通，都喜欢活在当下，又不十分明白这句话的含义，就莽撞的去放纵自己。目前的困境比李寻玉预想中的还要困难许多，他越面对现实就越绝望，一痛上火人就病倒了，想东山再起更是难上加难，能勉强活着就不错了。季珊珊果然离开了他，这下连李寻玉的父母都不愿意了，大骂季珊珊是个白眼狼。季珊珊无奈之下又出国，后来又回来，又要投奔李寻玉。李寻玉觉得事情有些蹊跷，进行了一番查询，原来季珊珊药物成瘾，没钱治疗，又来找李寻玉当接盘了。李寻玉只是对季珊珊说，没想到当初那么狂妄的人也有今天。一句话让季珊珊面色惨白，他大概想到了我去机场接他那天，他狂背的那些言辞。他说我没上过好大学，情绪不稳定，可我现在坐拥过一身家，他轻易都见不到我。原来他才是那个小丑。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这处办公地点位于 CBD 区域一幢大厦的高层，抬眼看就是蓝天白云，俯瞰下去则是繁华大都会。我回身跟助理说，他们的消息以后都不用跟我说。之前我希望李寻玉永远落魄下去，千万别东山再起。以后他们不值得我再花费任何精力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